一拜天地。不好了，殿下，二姑娘跳河了！什么？他怎么这么想不开？乐阳，我先去看看阿如，等回来再与你拜堂。你我婚事已定，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。上一世也是这样，你为了他当众丢下我，我为了顾全大局独自完婚，却害得谢家满门抄斩。谢乐阳，你仗着谢家势大，逼我娶你，阿如赌气跳河，一尸两命，我的孩子被你害死了！睁大眼睛看好了，你爹、你哥，还有待你如亲的奶娘，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。杀！这一世，我要让萧慈血债血偿。殿下，人命关天，不如我陪你去看看吧，毕竟这也是东宫内宅之事。好，好。小姐放心。小姐，没事吧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殿下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而已。我知道我出身低微，做不了正妃，只求能像普通新娘一样，穿着嫁衣与你拜一次堂。可我没有资格，不如死了干净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我明明说过，待太子妃入了东宫会给你名分的。你若有三长两短，这不是挖我的心吗？太子居然在大婚之日来看乳母之女，成何体统啊！这大雪天的跳河也是够厉害。殿下这般深情，真是令人感动。谢乐阳，殿下，前几日太医来诊脉说，阿如有了殿下的骨肉。真的？你有了我的骨肉？阿如不想孩子出生便低人一等，被人嘲笑是野种，这才想不开的。天啊，助太暗求！这不是打周永公府的脸吗？大雪天闹出这种事儿！太子殿下，我以为她只是侍奉的宫女，如今你却告诉我，她怀了你的骨肉。乐瑶，她是我乳母的女儿，与我青梅竹马，也是我心爱之人。所以呢，你们两情相悦，互许终身，私相授受，还有了孩子。太子妃，这不关太子的事，是我情难自已。他那日喝醉了，把我当成了你。放肆！我是谢家嫡女，自小闺门严谨。我与太子婚前只见寥寥数面，何来当成我一说？你行事轻浮，不要脸我还要。谢乐瑶，你不过是命好生在谢家，若无你父兄兵权，你以为你能当上太子妃？什么？太子竟然喜欢一个婢女？这个是……从今日起，阿如便是太子侧妃，我绝不能让她和孩子无名无分。太子妃之位乃圣上亲封，太子今日所为，羞辱的不止谢家，更是对圣上赐婚不满。阿如姑娘，你早知有孕，有10000个机会告知殿下，为何非要等到今日闹出？大雪天跳河，就不怕一尸两命？我听到丫鬟说，太子妃生性善毒，进门后要赐绝子汤，我怕保不住孩子。丫鬟说的？哪个丫鬟？人在哪里？又是在哪儿说的？你把人找出来，咱们当面对质。放肆！东宫之中，谁敢传这种谣言？乐瑶，阿如怀着身孕，本就心惊胆战，你这般步步紧逼，是想逼死她吗？太子妃娘娘，求您给阿如一个名分吧，不然陛下知道了，阿如只有死路一条啊！这大雪天的，她身子弱，再动下去就完了。你连一个妾室都容不下，如此跋扈善妒，如何做未来的国母？你若不能忍，便自请下堂吧。殿下如此情深意切，乐瑶怎好拆散有情人？我与殿下6礼未成，阿如姑娘穿着嫁衣，现成的新娘子，正好喝和情酒。谢家与东宫的婚事就此作罢，我不嫁了。天哪！谢家女竟敢公然休夫，这可是要变天了呀！堂堂储君，大婚当日被逼到这份上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你说什么？
你要悔婚，这是抗旨。殿下，别为了我争吵，你去拜堂吧。这天寒地冻的，别冻坏了。好，阿如，我不会辜负你。你要悔婚，你父兄可同意？谢家舍得这荣华富贵？谢家当然舍得。太子在大婚之日与乳娘之女苟合，这个太子妃，我谢家高攀不起。爹，哥，钟有功，你敢抗旨？明日我自去圣上面前请罪，把嫁妆全抬回去。妹妹，咱们回家。阿如，阿如，那是钟永公府的大小姐，大婚当日从东宫回来了。太子太薄情，谢家嫡女受委屈了。瑶儿，我的瑶儿，你受苦了。快进屋，快进屋！瑶儿莫哭，不嫁就不嫁。老二，莫担心，凭咱们谢家世代功勋，什么样的好孩子挑不着？那太子为一个乳娘之女，大婚当日弃妻宠妾，毫无储君风范。这等寡义薄情之人，不嫁也罢，不嫁也罢，咱不稀罕。谢谢大家。女儿心意已决，此生绝不嫁入东宫。从今日起，我谢风亭让全天下都知道，东宫萧慈德不配位，当不起储君之位。上一世我因为顾全大局害了全家，这一世我就算拼尽一切，也要护住真正爱我的人，护住整个谢家，谁也不能再伤你们分毫。萧慈、沈玉茹，你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小姐，宫里出大事了！小姐，昨晚消息传回宫，皇后娘娘大发雷霆，直接派人把沈玉茹拖去宫门前罚跪了。这大冷天的，跪了一夜，听说都快冻僵了。皇后最重规矩，怎容得下她如此放肆？老爷和公子一早就进宫面圣了。爹爹，这一世我们再也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。陛下，是臣教女无方。乐瑶听说太子已有心上人，且有了身孕，实在不愿横刀夺爱，求陛下看在臣尺寸之功的份上，取消太子与乐瑶的婚事。太子，你说呢？钟永公，孤是国之储君，我那个侧妃她便要退婚，简直跋扈成性。殿下，您居东宫，当为天下表率，岂能因色所迷，宠妾灭妻？孤的太子妃多的是人想做。既然你们没福分，那便取消婚约。请陛下即刻下旨，取消婚约。你身为储君，如此倒行逆施，实在让朕失望。朕成全你。殿下，救我，我好冷。放肆！太子，你为了他违抗你父皇和本宫的命令，要翻天不成？母后，阿如肚子里是儿臣的第一个孩子，也是您的皇孙。他大冬天跳河，差点一尸两命，您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区一个皇孙，如何能与钟永公府相比？钟永公本是朝廷重臣，不管谁是太子妃，他都得效忠父皇。儿臣若连心爱的女人都护不住，还当什么太子？没有给他正妃之位，已是我最大让步。谢乐瑶丝毫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娶她后患无穷。
本宫这些年的教导算是白费了。既然你坚持如此，那便如你的意，滚出去！哟，谢小姐来了，真是稀客呀，还以为你被皇后娘娘禁足了呢。太子妃的位子我都不稀罕，禁足不禁足与我何干？谢小姐好大的口气，听说你还没找到人家定亲，不会是还在等太子殿下回心转意吧？唉，也难怪，毕竟皇后娘娘今日就要给殿下相看正妃了，估计你想回头认错都没机会了。听说南楚公主也来了，皇后娘娘很喜欢她，可不是吗？南楚兵强马壮，若能联姻，太子之位就更稳了。原来你知道今日是太子选妃啊？哦，不对，如今你有了身孕，怎么能直呼其名呢？可封侧妃的圣旨好像还没下来，这倒是让我为难了，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沈姑娘，还是那个怀了太子孩子的乳母之女？我看皇后娘娘很喜欢南楚公主，想必太子妃人选要定下了。就是定下太子妃又如何？太子说了只喜欢我一个，娶再多回来也不过是个摆设而已，我有何惧？不管什么人进了东宫，都要以我为尊。太子妃，不过是个笑话罢了。听你们聊得有趣，本宫也来凑凑热闹。这位小姐方才席间未曾见过，请问她是？回公主，这是太子乳母的女儿，姓沈。那天搅乱了太子婚宴的便是她，她可是太子殿下心头宝。乳母之女，不就是下人吗？听说还没有名分，那你傻站着干什么？我们身份都比你尊贵，你还不行礼？这就是北国的规矩吗？我腹中有太子的骨肉，太子特许我不用行礼的。特许？哼，本宫倒要看看，是你的肚子硬，还是本宫的鞭子硬。来人，把她架起来，给本宫好好教导一番。你们敢！我腹中有太子的孩子，稍有差池，你们便是死罪！死罪！你不过一个小小婢女，本宫教导你规矩是抬举你，怎么就和死罪扯上关系了？我和太子两情相悦，青梅竹马，你敢动我，就算你是公主又如何？还不动手！你们是死的吗？放手！等太子过来，我要你们偿命！给我掌他的嘴！你这贱人敢伤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住手！义女，义女呢？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，谢乐瑶谋害皇嗣，请娘娘将她救
臣女谢乐瑶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皇后娘娘，玉茹姑娘，好大的口气啊！要就地斩杀朝臣之女，你方才如何拖我入水？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你敢说是我推的你？皇后娘娘，我不知道你们北国是什么规矩，但在我们南楚，行刺公主是要满门抄斩的。刚才他要刺杀我，所有人都看见了。如果不是谢小姐相救，我早已没命站在这里。母后！这些话不过是你们的一面之词。阿如向来胆小，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。乐瑶，当初是你不愿意做太子妃，就算你后悔了，怨对阿如，你不能动手推她，谋害皇嗣可是死罪。太子殿下，你是在说我皇妹说谎是吗？真是不巧，湖心亭里的一切，本王刚刚看得一清二楚。三皇子护着妹妹也是情有可原，可也不能信口胡来。你是说南楚的公主自己划伤了脸，只为诬陷你身边的一个婢女？方才看到事情经过的，可不止本王一人，还有你们北国的尚书大人和大理寺丞，难不成他们也说谎吗？萧慈，你的女人刺杀我南楚王族，是想要向南楚宣战吗？贱人，你居然敢说谎，污蔑公主和乐瑶害你，还不赶紧给公主道歉！你打我，你为了他打我，还不赶紧道歉？难道你想等父皇知道后下旨赐死你吗？三皇子息怒，阿如不过是个无知女婢，没见过世面，一时糊涂冲撞了公主，还望殿下高抬贵手，饶他一命。南楚皇族此次北上，原是为了结两国之好。你不会以为太子会为了你得罪他们吧？你信不信，我碾死你如同碾死一只蝼蚁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奴婢的女儿罢了。太子殿下，如果你今日不能给我妹妹一个交代，那本王只能亲自动手了。你帮谢乐瑶出头，你可知他不过是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？他极恨我抢了太子，你别做梦了，沈玉茹！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鼠目寸光，我谢乐瑶这辈子都不会嫁进东宫，你大可放心。你们这些贵女最是假惺惺，不过是拿捏太子，向他低头求你罢了。你太吵了！太子既然不愿为本宫做主，那本宫只好自己讨公道。我的脸被划伤了，我要他100倍奉还。来人，抓起来，刑100鞭刑！阿如！太子，难道你想惹怒南楚，引起战火吗？阿如！你敢拦本宫？奴婢行刺，自然要去找主子问个说法。我已经着人去信父皇，公主遇刺一事，必定得有个交代。我这南蛮可不像你们北国贵女般讲道理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直接要你的命！哼！你好自为之吧。如果你还想做这个太子，我劝你好好听本宫的话。太医，他怎么样了？孩子保得住吗？回殿下，沈姑娘受了惊吓，又落水受寒，胎降不稳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寒气入体，恐怕臣已经开了安胎药，但能不能保住，还要看这3天的造化。另外，沈姑娘脸上的伤恐怕会留疤。刘邦，殿下，我害怕孩子要是没了，
我也不想活了。别怕，有我在，你好好养着，我去想办法。去查今天湖心厅里的所有人，一个一个查，尤其是那个南楚公主和沈豪，我要知道他们的底细。是，殿下。皇后娘娘那边似乎很不高兴。母后不高兴就不高兴，她越是不高兴，我越要让阿如当上太子侧妃。我倒要看看谁敢拦我。殿下，还有一件事，忠永宫谢风亭今天傍晚进宫面圣了，在御书房待了整整1个时辰。据说他出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。谢风亭，他肯定是去告状的。这个老匹夫仗着手里的兵权，从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殿下，谢家手里握着北境30万大军，如果真的撕破脸，怕什么？等我和南楚联姻成功，有了南楚的支持，谢家算什么东西？你去安排，明天我要亲自去见南楚三皇子。陛下，臣为朝廷征战20年，从未求过什么，但今日之事，臣实在忍无可忍。谢爱卿，你先起来。太子这次确实做得过分了，朕已经训斥过他了。陛下，太子殿下在大婚之日与乳娘之女私通，已经让臣妹沦为天下笑柄。今日又在御花园中让那沈玉茹当众羞辱臣妹，还诬陷臣妹谋害皇嗣。臣敢问陛下，这样的太子将来如何治理天下？够了！朕知道你们心里有气，但太子终究是储君，你们要给他留些体面。陛下，臣不要体面，臣只要女儿平安。臣恳请陛下取消乐瑶与太子的婚约，让臣把女儿接回家中。婚约的事，容朕再想想。你们先退下吧。忠永公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扰父皇，是不是又来告我的状？太子殿下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好自为之。老匹三皇子、公主，昨日在御花园发生的不愉快，本宫深感抱歉。那沈玉茹不过是个奴婢，本宫已经下令严惩，还请两位不要放在心上。哼，皇后娘娘，我这张脸要是留了疤，可不是一句严惩就能了事的。皇妹，不得无礼。皇后娘娘已经表明了诚意，我们也不能得理不饶人。三皇子果然大度。本宫听说三皇子还未娶正妃。是的，本王一直忙于军务，尚未考虑婚事。那本宫倒是想做个媒。我们大齐的贵女才貌双全的不少，比如谢家的小姐谢乐瑶，三皇子觉得如何？谢小姐确实与众不同，昨日她舍身救下皇妹，本王十分钦佩。不过，婚姻大事还要看缘分，缘分可以慢慢培养。本宫还听说，谢小姐的祖父曾与南楚先帝有过交情，说起来，两家也算是世交了。皇后娘娘，我皇兄这个人啊，闷葫芦一个，从来不主动。你要是真觉得谢小姐好，不如直接赐婚算了。公主倒是爽快。好，这件事本宫会好好考虑的。我的瑶儿，苦了你了。这大冷天的，被人推进冰湖里，那个太子真不是个东西。瑶儿，我已经跟皇上说了，取消婚约。皇上虽然没有当场答应，但我看他的意思也是松动了。父亲，我看皇上就是偏袒太子，
要不是我们谢家手里有兵权，他连见都不想见我们。住口！这种话能乱说吗？爹爹，哥哥，你们别吵了。这件事，我有自己的打算。瑶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打算等皇上取消婚约，我要自己退婚。什么？自己退婚？那岂不是抗旨？祖母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蛮干。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，既能让我全身而退，又不会连累谢家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说！南楚三皇子沈恒是解开这个局的关键。这个办法太冒险了，万一南楚那边不配合……不会的，沈恒这个人，他不是一个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，他有自己的野心，也有自己的原则。只要我们能给他想要的东西，他就会帮我们。妹妹，你怎么这么了解沈恒？你们以前见过？我让人查过他的底细。皇兄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是不是在想那个谢乐瑶？你觉得她怎么样？她跟别的贵女不一样，别的贵女见到我，要么巴结，要么害怕。她不一样，她不卑不亢，而且她很有胆量。你说的对，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。皇兄，你不会是看上她了吧？皇后今天在宴会上提到赐婚，你觉得她是真心的吗？当然不是真心的，那个老女人巴不得我们南楚乱起来，她肯定是在试探我们。你说的对，皇后想用谢乐瑶来牵制我，甚至想挑拨我和二皇兄的关系。不过，她选错了棋子。什么意思？谢乐瑶不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，它是一把刀，一把可以伤到握刀人的刀。殿下，属下查到了，谢乐瑶退婚后一直在暗中调查太子和皇后的把柄，他已经掌握了太子私吞军饷的证据，果然不是等闲之辈。继续盯着，但不要惊动他。是。皇兄，这个女人有意思，你要是娶了她，咱们南楚就多了一个厉害的皇后。别急，先看看她接下来怎么走。三皇子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本王也是来赏雪的，谢小姐一个人。想一个人走走。谢小姐，前日之事，本王还没有好好感谢你，是你救了我皇妹。举手之劳，公主是因为我才被沈玉茹盯上的，我理应护她周全。谢小姐，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？三皇子是什么意思？本王的意思是，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待在京城了，可以来南楚。南楚虽然不如大齐富庶，但那里的人活得更加自在，而且南楚的冬天没有这么冷。多谢三皇子的好意，不过我的家在这里，我的亲人在这里，我不会离开他们。我明白，但如果你的家人都愿意跟你一起走呢？三皇子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这是本王的人昨晚截获的，是从东宫发出的，收信人是北境的一个将领。太子要收买我父亲麾下的将领，他已经布局很久了，这封信只是冰山一角。谢小姐，你的敌人比你想的要强大得多，单凭你一己之力是斗不过他们的。三皇子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本王不想看到你这样的人才被那些小人毁掉，也因为本王需要一个盟友。你想要什么？南楚的皇位，本王要当南楚的皇帝。好，我可以做你的盟友，但我有条件。说。第一，事成之后，谢家在北京的兵权不能动。第二，我要太子萧慈和皇后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第三，
我不做任何人的妻子。成交。殿下，你对我真好。你是我的人，我当然要对你好。什么？谢乐瑶和沈恒在御花园私会？殿下，我就说嘛，那个谢乐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一定是勾搭上了南楚三皇子，想报复您。他想得美，沈恒是南楚皇子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他一个被退婚的女人？殿下，据咱们的人回报，两人在御花园单独待了将近半个时辰，而且沈恒离开的时候脸色很严肃。去查，我要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是，殿下。臣女谢乐瑶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太子殿下。谢乐瑶，本宫听说你昨日在御花园与南楚三皇子单独相处了很长时间，可有此事？回娘娘，确有此事。臣女在御花园赏雪，偶遇三皇子。三皇子感谢臣女救了他皇妹，所以多说了几句话。多说了几句话，说了将近半个时辰，你当本宫是3岁小孩吗？乐瑶，你不会是想攀上南楚的高枝，好报复我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沈恒是什么人？他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太子殿下，您多虑了。臣女从未想过要攀附任何人。至于三皇子看不看得上我，那是他的事，不劳殿下操心。放肆！在本宫面前还敢顶嘴！臣女不敢，臣女只是实话实说。算了，你退下吧。记住，你现在的身份还是太子未婚妻，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别给谢家丢脸。是，臣女告退。母后，您觉得他跟沈恒之间真的只是偶遇？不管是不是偶遇，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机会。机会？如果能让谢乐瑶和沈恒走得再近一些，然后让南楚二皇子知道这件事，你说会发生什么？母后英明，沈恒和沈拓是死对头。沈拓要是知道沈恒在大齐勾搭女人，肯定会借题发挥。到时候南楚内乱，我们大齐就可以坐收渔利。不仅如此，谢乐瑶如果真的跟沈恒有什么，那谢家也就完了，通敌叛国，满门抄斩。母后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放出消息，就说谢乐瑶与南楚三皇子私定终身，暗通开取，说得越难听越好。本宫倒要看看谢风亭那个老谱子还能不能坐得住。儿臣遵旨，儿臣这就去办。瑶儿，大事不好了！外面都在传，说你跟南楚三皇子私定终身，传得有鼻子有眼的，连你们什么时候见面、说了什么话都编出来了。我知道，这是皇后和太子放出的消息。你知道？那你还这么淡定？这种事传出去，你的名声就毁了。爹爹，名声算什么？前世我就是太在意名声，才会被他们算计的体无完肤。这一世，我不在乎了。瑶儿，你……爹爹，你相信我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谢家，为了我们不再被人欺负。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你说。我需要你去见一个人。谁？南楚三皇子沈恒。钟永公深夜来访，不知有何贵干？三皇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女儿让我来见你，说你有办法帮谢家度过这次危机。谢小姐果然聪明，她已经猜到外面的谣言是皇后和太子放的。瑶儿说，谣言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
皇后会想办法让南楚二皇子知道这件事，挑起你和二皇子之间的争斗。到时候，大齐就可以趁虚而入。谢小姐看得透彻，不错，皇后就是这个打算，但她漏算了一点。什么？她漏算了我和二皇兄之间的关系。你和你二皇兄关系很好。钟永公，接下来说的话事关重大，请你务必保密。三皇子请讲。我和二皇兄沈拓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弟，我们的母亲是先帝的妃子，后来被现在的皇帝霸占，母亲不堪受辱，含恨而终。从那时起，我和二皇兄就发誓要为母亲报仇。所以你们……表面上我和二皇兄争得你死我活，实际上我们是一伙的，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南楚那个昏庸的皇帝。三皇子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你就不怕我转头告诉皇上？因为我相信谢小姐的判断，她说你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，而且现在情况有变，我需要钟永公的帮助。什么情况有变？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大齐皇后已经派密使前往南楚接触二皇兄，他们想要策反他。策反？皇后想拉拢你二皇兄？没错，皇后开出的条件很诱人，事成之后，大齐会帮助二皇兄登上南楚皇位，还会把边境3城割让给他。那你二皇兄会答应吗？我不确定。二皇兄从小就对皇位有执念，如果皇后给的条件足够好，他有可能会动摇。所以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。所以我需要钟永公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这是北京的军事布防图，我需要你帮我在北京制造一点小小的混乱，让大齐朝廷把注意力从南楚转移到北边去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有时间去南楚，当面跟二皇兄谈一谈。你想让我搞军事演习？对，动静越大越好，让朝廷以为北京有变，这样他们就没精力去管南楚的事了。这个让我想想。钟永公，我知道这个请求很过分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绝不会伤害二皇兄，我会尽最大努力把他拉回来。三皇子，你对你二皇兄是真心的？他是我的亲哥哥，这世上除了他，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了。好。父亲，沈恒怎么说？他说了很多，但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。他是不是在担心什么？皇后派密使去南楚接触二皇子沈拓了，皇后想策反他。策反？那沈恒岂不是腹背受敌？所以沈恒需要我们在北境搞军事演习，帮他吸引朝廷的注意力，他好抽身去南楚处理二皇子的事。事情没这么简单。什么意思？皇后既然敢派人去策反沈拓，就一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沈恒去南楚，不但劝不回沈拓，反而可能自投罗网。那怎么办？沈拓这个人，我之前略有耳闻，他对皇位有执念，心狠手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皇后看中他，正是因为这一点。那沈恒岂不是凶多吉少？所以我们要帮他，不是帮他搞军事演习，而是帮他除掉沈拓。什么？除掉二皇子？那可是南楚的皇子！爹爹，你听我说，沈拓如果被皇后策反，不但沈恒会死，南楚会乱，我们谢家也逃不掉，因为皇后一定会利用沈拓来对付我们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就是案板上的肉，任人宰割。你说的对。那你打算怎么帮他？我需要一个人
潜入南楚，把一份假消息送给沈拓。什么假消息？就说皇后其实是在利用他，等沈恒一死，皇后就会调转枪头，把他的事告诉南楚皇帝，到时候他就是通敌叛国的罪人。让他以为皇后要过河拆桥？对。好。沈拓这个人多疑，只要让他对皇后产生怀疑，他就会犹豫。他一犹豫，沈恒就有机会了。瑶儿，你越来越像你祖父了。他当年就是用这招分化了北境的3个部落。虎父无犬女嘛。皇兄，你还在想二皇兄的事儿？我派去的人回来了，他说二皇兄已经跟皇后的密使见了3次面。3次？那岂不是……二皇兄被策反了。那怎么办？要不我们先下手为强？不行，他是我哥哥，我不能对他动手。皇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顾念兄弟情分？他要杀你啊！我知道，但我还是想再见他一面。殿下，从南楚来的急信。怎么了？二皇兄已经跟皇后达成协议了，他答应，只要皇后帮他除掉我，他就把南楚的边境3城割让给大齐。他居然卖国！皇兄，这种人还配做你的哥哥吗？你说的对，他不配了。去准备，我要回南楚。是。老二、老三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父皇，儿臣有要事禀报。儿臣也有要事。什么事这么急？父皇，儿臣查到沈恒在大齐与忠永宫之女私定终身，意图借大齐的兵力夺取皇位。老三，这是真的吗？沈恒，你还不认罪？我有人证。你怎么？陛下，老奴有罪。三皇子确实与大齐忠永宫之女有私情，还密谋篡位。二皇兄，你是铁了心要置我于死地，你勾结北国，意图篡位。我身为南楚皇子，当然要为大齐除害。所以，你真的跟大齐皇后达成了协议，用南楚的边境3城换我的命。啊！你胡说什么？这是你写给大齐皇后的密信，信中你清清楚楚地写着，只要他帮你除掉我，你就把边境3城割让给大齐。逆子，你居然卖国！父皇，儿臣是被冤枉的，这是沈恒伪造的。二哥，到了这一步，你还要狡辩？信上的笔迹可以请朝中大臣验证。还有，你与大齐皇后的密使已经被我抓住了，现在就在殿外。二皇子，救我！我被抓了！来人，把沈拓拿下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沈恒，
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二哥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是你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错了！皇后不会放过你的，谢家也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会比我死得更惨！带下去。沈拓那个废物，居然被沈恒给反杀了！殿下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南楚那边的计划失败了，如果谢家在北境真的有什么动作，哼，怕什么？只要父皇还在一天，谢家就不敢乱来。对了，谢乐瑶那边怎么样了？殿下，谢小姐最近深居简出，很少出门。不过，我们的人发现，她的贴身丫鬟朱香经常偷偷去南楚医馆。朱香，一个丫鬟去南楚医馆做什么？属下查过，朱香每次去都是送一些点心和茶叶。这大雪天的，她裹得严严实实，但路线很固定。表面上看起来是谢家在向南楚示好。不对，谢乐瑶不是那种会无缘无故示好的人，这里面一定有文章。你继续盯着，我要知道朱香每次去到底见了谁，说了什么。小姐，三皇子来了，在后门，身上都是血，让他进来，别冻着了。谢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三皇子，别来无恙，恭喜你除掉了沈拓。除掉沈拓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。我知道，我父亲在北境的演习已经进行了3天，监军太监虽然起了疑心，但还没有抓到把柄。谢小姐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她说等我遇到真心喜欢的女子，就把这块玉佩送给她。三皇子，你……谢乐瑶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聪明，也不是因为你对我有用，就是单纯着喜欢你这个人。我想娶你为妻，让你做南楚的皇后，你愿意吗？沈恒，你确定吗？我的手上沾满了算计和阴谋，你确定你想娶这样的女人？我确定，因为我也是一样的，我的手上也沾满了鲜血，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我们的心里还留有善良，这足够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钟永公，这演习都7天了，还不结束？这大冷天的，将士们冻得够呛，你该不会是真的想造反吧？监军大人说笑了，演习计划是半个月，这才过了一半，怎么能结束？军令如山，岂能因天寒而废？那好，咱家就再等7天。7天后，如果演习还不结束，咱家就要如实禀报皇上了。哼！父亲，这个阉人越来越嚣张了，要不要？不要打草惊蛇，让他嚣张几天，等时机到了，他自然就嚣张不起来了。这漫天大雪，正好掩人耳目。瑶儿和沈恒定亲了？什么？妹妹答应了？这个丫头真是胆子大，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商量一下。父亲，您不是一直希望妹妹能找个好人家吗？沈恒这个人我看不错，比那个萧慈强1万倍。罢了罢了，女儿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了。我现在只关心一件事，演习结束之后，我们怎么收场？太子，你知不知道谢乐瑶和沈恒已经定亲了？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这冰天雪地的，他们倒是好兴致。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你这个太子是怎么当的？
母后，儿臣一直在盯着谢家，但他们做事太隐秘了。儿臣够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。现在的情况是，谢家和南楚三皇子联姻了。如果沈恒真的当上了南楚的皇帝，那谢家就会成为南楚最有权势的家族，到时候我们大齐就危险了。母后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先下手为强。我们不能等谢家羽翼丰满，必须现在就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。母后的意思是，你去找你父皇，就说谢风亭在北境搞军事演习，实际上是准备造反，让你父皇下旨把谢风亭召回京城。这大冷天的，他若抗旨不归，正好坐实谋反。母后，万一父皇不信呢？哼，你父皇不会不信，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证据。谢爱卿，太子说你在北境搞军事演习，实际上是准备造反。陛下，臣冤枉。演习是陛下亲口批准的，臣只是按计划行事。至于造反，臣对陛下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。忠心耿耿？你女儿谢乐瑶与南楚三皇子沈恒定亲的事，你怎么解释？这不就是通敌叛国吗？谢乐瑶真的和南楚三皇子定亲了？回陛下，确有此事。臣本来打算演习结束后再向陛下禀报的。父皇，这分明是谢家在为自己找退路。一旦沈恒当了南楚皇帝，谢家就会带着北境的30万大军投靠南楚，到时候大齐就完了。太子殿下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谢家世代忠良，从未有过二心。你再这样污蔑臣，臣只能以死明志了。够了！朕还没有死呢，你们就要在朕面前闹成这样？谢爱卿，演习的事到此为止，你即刻下令停止演习，将军队撤回驻地。至于你女儿和南楚三皇子的婚事，朕准了。父皇，你怎么能……闭嘴！朕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爹爹，皇上怎么说？皇上准了演习停止，也准了你和沈恒的婚事，但是皇上看我的眼神已经不一样了。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皇上不会再信任谢家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？不会的，沈恒已经在南楚准备好了，等时机一到，我们就离开这里，去南楚。瑶儿，你说的轻巧，30万大军说走就能走。爹爹，不需要30万大军都走，只需要带3万精锐就够了，其他的就留给朝廷，反正朝廷也会派人接手的。3万精锐够吗？够了。沈恒在南楚也有10万大军，合在一起足以震慑任何人。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谢家的人连夜离开了京城。什么？去了哪里？往北境方向去了。据说谢风亭带走了3万精锐，说是要换防。这大雪天的，他们走得极快。快去禀报父皇，谢家造反了！不用去了，你父皇已经知道了。母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因为我也要走了。太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为你谋划了那么多，你却一次次把事情搞砸。现在我帮不了你了。母后，你不能走。您走了，我怎么办？你好自为之吧。周永公，辛苦你了。三皇子，
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对，一家人。乐阳，跟我回家。再见了，那个让我痛苦一生的地方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从今日起，谢乐瑶就是南楚的皇后。朕在此发誓，此生只爱她一人，永不纳妃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是阿如，我才是你最心爱的女子啊！太子今日大婚，少来胡说八道，滚开！小郎，你说过会娶我做侧妃的。阿如，你不该来，不该来。我为你逼宫，为你罚跪，为你失去孩子，你说过去了。你终究还是娶了谢乐瑶。太子妃是赵尚书之女，谢乐瑶已经嫁去南楚。原来我争了这么久，从来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你从来都只是利用我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我真傻。